开满了土豆花，十里八乡那美字呀，比不上那毛爷爷美。毛爷爷笑开了怀，天上的月儿歪了，毛爷爷泪儿流。在山西的省会太原，一天的开始往往与一碗热气腾腾的面密不可分。人们对面食的依赖早已融入了日常的烟火气中。请看这首叫做踢肩的绝活，它另有个形象的名字叫拨鱼。师傅用特制的长筷将面飞快地踢入滚开的汤锅中。这踢面两端既尖又细，中间则稍宽而肥，形似灵动的小鱼。它的制作过程看似简单，实则非常考验厨师的手上功夫。只有多年的技术和经验，才能让踢肩面的制作如行云流水般轻松。踢肩所用的面不拘一格，白面的踢肩细腻滑润，而用高粱面等杂粮掺杂白面制作的踢肩，则有着一份粗犷的香气。师傅，您做多少年了？白萝卜啊，它还没弄好呢。踢肩面的口感滑爽筋道，又易消化，浇上西红柿鸡蛋卤，加上肉骚卤和过油肉，就成了太原人心中最妥帖的慰藉。以后就是有这种什么子弟照顾啊，能不能进来？现在解封2进。让人家煮着吃的踢肩面温润如玉，炒着吃的则火爆又重口。热油爆香，葱蒜辣椒，加入甘蓝猪皮煸炒，最后把煮熟的踢肩面入锅大火同炒，一碗油汪汪、香喷喷的爆炒踢肩就做好了。做个小碗老底在，如果说踢肩是速度的艺术，那擦肩展现出的就是捕捉的智慧。擦肩又叫擦蝌蚪，因为它的面片煮在锅里的样子像极了游动的小蝌蚪。将面团在擦床上用手掌根部用力向前推送，面条便从孔洞中漏入沸水，形成一片片短小细薄的不规则面片。这种面食通常由高粱面和白面混合制成。高粱面缺乏筋骨，难以形成长面条，却恰好成就了擦肩这种短面片。它的口感清淡，入口无需过多咀嚼，便可以丝滑地溜入胃中，这一点尤其适合老人和孩子。好，可以的，过来一个，大家。除了汤食，擦肩也可以用来与青菜同炒，那更是别有一番风味。均匀裹满酱汁的小蝌蚪和蔬菜的滋味互相成就，让人欲罢不能。在太原，打卤面可以说是地位超然。它不仅是一种拥趸众多的家常午餐，更是婚丧嫁娶等重要场合必不可少的仪式早点。它的卤子用料讲究，工序繁多，
腐竹、金针菜、油豆皮、黑木耳、过油肉，丰富的配料在鸡汤和骨汤中慢慢炖煮，勾芡后的汤汁浓稠细腻，加上近100个鸡蛋之后更是香醇诱人，最后更是泼上滚烫的猪油提香，撒满韭菜和韭黄之后，还要再泼一遍热油。这一碗阵容华丽的打卤面是太原人的骄傲，一碗下肚肠胃欲贴，是到了太原必须尝一尝的当地特色美食。山西地处黄土高原，气候干旱少雨，特别适合高粱、荞麦、油麦等优质杂粮的生长。历代山西人绞尽脑汁，利用手中多样的谷物，运用削、剥、擦等30多种制面技法，终于把杂粮变成了可口的一日三餐，并最终创造出了一个令人惊叹的面食王国。想要感受一座城市兼收并蓄的融合味道，就一定要去逛一下当地的市场。一大早，太原的体育场早市就已人头攒动。这里不仅有新鲜的瓜果蔬菜，更藏着令人垂涎的特色小吃。与使用28酱追求花生坚果香气的老北京酱香饼不同，山西的麻酱烧饼用的是纯粹的芝麻酱，它着重突出芝麻本身浓郁醇厚的香气。感到极薄的面皮与芝麻酱层层交叠，烧饼表面再铺满白芝麻。整个麻酱饼浸润着纯粹浓厚的芝麻香，它的外皮香酥掉渣，内里醇厚绵软，是中国北方传统面食的经典之作。2块5，1块。微信收款3元。发酵好的面团被特意擀成一头宽一头窄的扇形，由于后期卷制的时候会不断的提拉抻拽面饼，较窄的部位会在不断的拉伸中逐渐越变越长，最终变得比最初的时候长很多。面皮在不断的拉拽中也越来越薄，和浓稠的芝麻酱层层叠叠的互相交融，难分彼此，形成好味道的最基本的结构。芝麻酱非常粘稠，使用之前要用香油卸开，然后咸口的加入五香粉和精盐，甜口的加入优质红糖。无论咸口还是甜口，芝麻酱都要涂抹的既均匀又彻底。我不要，我就小碗2个大碗，然后加不是加牛头，加牛头菜。不要。我吃。卷制的时候要从窄的那头开始，一边提拉抻拽面皮，一边均匀地把芝麻酱卷进饼里。随着卷制的进行，整张饼也变得越来越薄，在阳光下几乎透明，给人一种吹弹可破的感觉。9元。微信收款20元。我在这个找事儿了。微信收款2元。我没戴耳机，你等哪？微信收款5元。你已经把糖和盐提前弄到那个芝麻酱里去了，是吧？这是咸的，这是咸的哈，就是按那个大盆来分的是吧？一盆咸的，一盆甜的。对。
这个放掉了啊。不要包子去了。好，那个是白糖。麻球。麻球。老鼠不吃的，我不吃，凉不来。好几个卖羊汤，蛮好的。有4张马了。那个小小馆哎，这买套儿，这套儿呢？白芝麻米。放点辣椒啊，多放点辣椒。不要吗？不放点。恭喜收看2人。给这饭是拿回家的。原来啥子？啊，带芝麻酱，有咸有甜。恭喜收看5人。是吧？恭喜收看3人。3个芝麻酱的。要2块啊。我都忘了放。这样够了。那1块，剩下1块5，还得烤。哦。恭喜收看5人。恭喜收看2人。这个早市位于山西省全民健身中心的东北部停车场，占地3000平米，一共有300多个摊位。从2018年末开设至今，日均客流量已达3万人左右。这种金灿灿的黄米枣糕用料简单，只有黄米面和大红枣。黄米面加温水，和红枣一层面一层枣的铺在笼屉里蒸熟。黄米的黏糯和红枣的甘甜完美融合，口味香甜，枣香浓郁。大黄米古称属，是禾本科属属的一种古老的旱作作物。它形似小米，但颗粒略大，支链淀粉含量高，富有粘性，蒸煮后软糯拉丝。山西的半干旱气候和悬殊的昼夜温差，孕育出软筋清香的优质大黄米。山西人用它做出了黄米凉糕、黄米粽子等特色美食。16块钱的。这就价钱我也是。19块5。我买上这。断好2箱啊！来，有面有糕。哎，红的、黑的、绿的啊！黄米油糕是山陕地区的传统特色小吃和节庆食品。大黄米面蒸熟之后，需要趁热反复揉穿，这个过程能让黄米的粘性完全释放出来，使面团变得既柔软光滑又富有弹性。然后裹上红豆馅或者糖馅儿就可以吃了。但最受欢迎的吃法还是油炸。油炸之后的黄米油糕，外壳金黄酥脆，内里软糯拉丝又有嚼劲。大黄米本身独特的谷物醇香被彻底激发出来，搭配上甜甜的馅料，更是香气四溢。很为这样。哎，低价的啊！就是只有黄米是吧？有啊，江米的那不是？啊？因为我这卖黄米的卖的好。
拿吧，外面做一包个20。微信收看4点5元。点5元。闲货这里，闲货这里。要哪个兔子记得要多少啊？还好些，看也快溜。生菜咋卖的呀？收看2点5元。菜咋卖了2块1包，3块2包。7个啊，拿点来，1块钱一个菜花了，菜花1块钱一个了。你说是豆馅儿？3块。豆馅儿。来这儿，微信在哪儿？微信桌子上。1包3块2包。啊，那个7个10块7个，一个没法算。6个。这个多少钱一袋？2块1包。姐上一个拿3个这个。对。这个直接切也可以是吧，老板？啊，这样直接切也可以是吧？就是熟的是吧？啊，熟的。哦，也可以炸一下再吃。现在这也能吃。直接切能吃，炸了以后也。嗯。 4个嘛，10块4个。再瞧看看。等了5个，弄的7个。今天玉米大的多了，来拿。4个的5个，弄的7个。多少钱一盒的？跟那个高吃了。这个多少钱一个？那个称。啊。 2元。2块8。微信收看3点2元。弄的7个。 就这个。来，水果玉米弄玉米啊！微信收看7个。2点8元。微信收看2元。来，水果玉米弄玉米啊！来，水果玉米前面5个，5个弄的7个。谢谢单元4元收听。来，水果玉米弄玉米啊！